欢迎来到丽声国画小课堂。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山水呢，我们用的只是松仙纸，墨汁看过来我倒了一点点墨汁那么颜色呢，用的是墨汁和咱们一点点的赭石色，一点点的花青色，然后用的是咱们的7号毛笔最大的这个7号毛笔。那么现在咱们把颜色调了一下，大家也看到我现在用了咱们的最大的毛笔，是不是？那么笔尖上咱们再给它蘸一点点墨汁，你看我刚才调了一点点现在呢一点点墨汁中秋节。现在你看我第一笔从哪里走，我现在用的是咱们最大的毛笔那么大家看到咱们第一笔，你看就是这个，就是画的时候，你看通过咱们毛笔的渲染，你看这一下我蹭它过去，那么远处的山大家看到了，咱们再给它一点点阴阴的感觉，让咱们这个山呢更加的有了变化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第一笔第一笔。那么远处的山，你看让它阴阴的，对，那么才出来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那种烟雨蒙蒙的感觉，是不是？那么这是第一笔，看过来咱们到第二笔了仍然是用咱们这个大号的毛笔，那么笔尖上来一点点墨汁，笔尖上一点点墨汁，你看现在不要蘸多就是刚才咱们这个大笔。那么这一笔从哪里走，我要看从这块来走了，那么中景咱们你看笔锋闪闪的那么记着闪的时候不管它，就让它闪，咱们给它就是闪闪的。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第二层是不是已经出来了？你看我再用笔肚再去抻它一下那么现在咱们这第二步也就是咱们的中景，是不是？那么中景出来了，现在你看笔锋闪闪的，一定记着这一步不管它。现在看过来咱们这个毛笔上水不够了，咱们再加一点我这就加一点点，看给笔肚的地方咱们给它稍微加一点点水。那么现在再调一下，稍微调一下，我要画近景了那么大家也知道咱们山水画的时候就是有远景有近景，然后层次感要画出来。那么现在你看今天不用什么颜色，就用了一点点的赭石，加了咱们一点点的花青。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笔肚那么有水了，是不是？那么水不够的时候看可以再加一点，给笔肚稍微加一点就可以调颜色了。笔尖现在看过来是重墨，那么现在笔尖来一点点重墨色。好，我现在让咱们这个山呢要有一个层次感，看过来从哪里走那么首先我从这里你看让它阴的感觉出来，那么这是第一笔大家看到了。咱们下来这第二笔的时候，我要从这里走，那么让它再阴阴的感觉下来。好，大家看到了，咱们这是又一层的山又出来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再继续这一笔下来，再继续重墨了，因为咱们前边的山是最重的。那么这一笔我从哪里走，你看我继续要从这里，你看笔尖，那么大家看到咱们阴阴的感觉，这种竖的感觉就出来了。现在看过来咱们笔肚你看撑一下它往外边走，那么近处的山呢这种层层叠叠的就出来了。好，现在再看过来那么我用笔根和笔肚再给刚才的山来一点点变化。那么用这个就是咱们用笔根和笔肚那么抻它，大家看到咱们抻了，那么笔尖叉叉的这种感觉这个就是咱们给大家也说了，那么现在就要用到它了，不要把这个笔锋收回去这个散锋的时候咱们不收它。今天看来怎么办就是看只需要看用散锋在咱们这个中景上边，我现在给它隐隐约约的点咱们的树枝了。你看今天我都不换毛笔不换毛笔，就是咱们这个大号的7号毛笔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画山水是很简单，只需要就是说大家知道了方法之后，那么很简单。那么现在大家看到我给山上长树了，
树枝怎么出来的？远处的树林怎么出来的？你看，轻轻的点它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那么继续看过来啊，继续看过来，咱们这个笔锋现在呢，你看淡淡的没有颜色了，我在这点，把它所有的墨汁都用完，对。那么把咱们所有的墨汁都用完，今天也没有画瀑布啊，今天就是让大家给人感受一下这个用笔的方法，因为大家老是用笔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用，那么今天也让大家感受一下。你看，我就没有画毛笔，就是这一个毛笔。那么中景、远景现在出来了，那么现在前边啊，前边你看，我给它再来撑一下，那么让前边再来一点点。润润的感觉，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三连起缝的这种感觉出来了。那么现在看到咱们毛笔上是不是没有水了，干干的，而且笔锋呢也岔开了。那么现在再看过来，我给笔尖上蘸一点点重墨，就是咱们这个散锋啊。现在看过来，散锋蘸一点点的重墨，不要太多。那么现在我继续，你看给咱们最前边的山。那么要长它的树林了啊，小的树林，那么让前边的近景呢更加的重一点。现在看过来，咱们把这个，你看我侧锋用一点点的墨汁，刚才大家看到了，咱们是一点点墨汁，是不是？那么你看，把前边的山给它长出树枝来。对，那么现在呢，看过来，我要给它这个山上长树枝了。现在再来一点点墨汁啊，那么再来一点墨汁，看过来啊，咱们给它再扫一下。对，那么现在啊，这个就是我笔尖上的是一点墨汁，是不是？好，那么现在看过来，咱们再给它长一个小亭子啊，给它盖一座小亭子，让咱们这个画面呢更完整。笔拿小号的笔现在出来啊，那么把水沾一沾，把水沾一沾，然后继续看过来，我笔尖上要用墨汁了，重墨啊，现在咱们要重墨，我现在要给它盖一座小亭子，我盖到哪里？盖到这里。那么小亭子画的时候啊，大家也注意了，这个不要，因为今天咱们这个是山水啊，一个非常禅意的山水，所以呢，大家在画的时候一定注意啊，不要把它画得很细致，这个给大家说的啊。那么如果画得太细致的话，咱们这个就少了韵味了，是不是？那么你看，我很简单画了一个小亭子，小亭子画完之后，现在咱们再看过来，咱们要画什么啊？给它再画一个小船啊。那么我今天呢，再给大家画一个小船。画小船的时候，你看这个就是要重墨啊，不要刚才的浓墨了，那么稍微重一点。那么今天的小船啊，很简单，我这样画到哪里？画这里。那么先把小船的船舷画出来啊，那么也就是大家说的船帮啊，画出来以后，那么我给他画一个戴一个斗笠的一个人，好不好？咱们给他画一个，那么披着斗笠坐到咱们这个船舷上的啊。那么这个画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要画的很规矩。那么现在咱们给他再画一个乌篷船啊。那么这里你看，轻轻的点一下。所以说今天的这个禅意的山水，大家记着画的时候一定不能把它画的很规矩啊，很细的那种。那么现在毛笔我稍微调一点点颜色，那么现在把它在清水里边洗一下啊，洗一下，然后咱们现在看过来要来一点点的花青。对，现在我笔尖上调了一点点花青，那么现在就要画与水相结的地方了，给它把这个倒影画出来。那么现在看过来，咱们这个啊就是用的淡墨，淡墨加了一点点的花青色。那么现在再看过来，咱们这个小船啊，我现在先不给它晕染颜色。那么我现在把这个画往完的画，我现在这里呢，大家看到了，咱们留的是大留白的地方，是不是？那么大留白的地方，咱们给它要画出来飞鸟啊，我给它画呀小鸟了啊。那么现在大家看啊，咱们画的时候，你看要画怎么样啊？错错落落。那么我也说了，可以画几个，
可以画咱们画3个，但是呢也可以画6个，六六大顺，也可以画9个。现在我用一点点珠标色，然后呢看过来，我给这个小亭子啊稍微给它一个颜色。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的小亭子呢，就这一点点的红颜色，一下子把这个画面就提起来了，是不是？那么现在看一下乌篷船啊，我呢今天你看调颜色，花青和一点点珠标色。那么这个花青调了一点点珠标色，咱们把船你看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船上的这个人物带独立的人呢，怎么去画？用一点点花青。我把它点一下就可以啊，这个也是一样啊。大家点的时候，你看，只把它稍微点一下。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一个非常禅意的这个山水又出来了。简单干一会儿，咱们待会儿看落款。今天的落款落到哪里啊？那么咱们看一下款落到哪里。我今天也和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我把款，你看，今天给大家落到这里吧，也让大家也感受一下。那么落这上面的时候，大家看过来，那么写这个字的时候啊，就不能写得太草。那咱们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国画课程啊，这个落款和咱们的书法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现在啊，我呢就要把这个落的给人感觉到要和咱们的这个画要结合在一块儿。你看我写一个以江南丹，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课程里边啊，和大家就是简单快乐，让大家学国画。